嗨，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就是想说，在这个繁忙的人生中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大家久等了 Rainers Cool Channel 回归了。然后今天这期想了一下分享什么内容会好玩一些，找了3双比较特别的鞋子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第一双是这一双超重，现在这一双是 Dr. Martens 和 Marc Jacobs 的联名款，然后它是真的注重是这种酒红色的 这双鞋我已经拥有了4年的时间，平常也很少穿，会在特别的时候见特别的人才会穿。其实可以说这双鞋很显眼包，一听到了，走在路上、街上、商场里，只要你出现，都会自带 BGM 的那种。就好像在告诉大家我来了。然后它的设计呢是带有各种挂饰、链条啊，这种 domino 啊、骰子，还有这种手掌。然后还有这个 Dr. Martens 的 Marc Jacobs 的60周年的标牌纸口哨也很好玩。它沿用了 DIY 装饰叛逆精神的主题，是为了庆祝 Dr. Martens 1460觉醒的60周年而推出的。然后仔细看的话，在这个上面也会有 DMs 的一个这种小 logo 在上面，鞋帮上挂链金属饰皮，这种装饰不仅仅是点缀，而是联名款的标志特色，赋予靴子混搭叛逆以及自定义感。然后这种双品牌的蛇标就是通常会给 Dr. Martens 和 Marc Jacobs 的联名款有一个这种标识，会增加辨识度。鞋子是酒红色的，这一款联名采用了 vegan friendly material 无动物皮革版本。颜色的选择上，酒红色在黑色之外是较为强劲，但比纯彩色更具沉稳气质的那种选择。酒红色的感觉，可以说有一种红色热情，加上深度又有成熟，可以解读成内敛和炙热。选择这一款酒红色的联名靴，就有一种在稳定里找突破，不只是黑白极端，而是第3种态度。每一步我带上自己的挂饰，表达自己的频率。Dr. Martens 官方合作页面中 Marc Jacobs 联名系列被描述为一种向90年代颠覆文化这种的宣言。联名还强调了为你自己的方式穿着 Ready to be worn your way 的态度。然后这一双的穿搭搭配，我下身穿了一条深蓝色的卫裤，叠穿一个黑色的针织连衣裙，上面又叠了格子的短裙，
上面会穿一个廓形皮衣，然后背了一个黑色的双肩皮包，头上搭配一个黑色针织帽，但整体叠穿的感觉很适合秋冬。搭配这一双靴子的叮当感，就是一种混搭叠穿的街头风格，比较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一个我的样子。第二双是这个Maison Margiela 的塔比，它的跟高应该是7厘米，就是这种彩彩的。这里的塔比是这种蓝色的，然后里面也是蓝色的这样子，颜色非常的好看。下是这样子，穿了几次，应该还蛮多次吧。然后是都这样木色，底下有这种 logo。这个呢是我拥有的鞋子中真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高跟鞋。平常基本都是只穿运动鞋和皮靴。加上我的穿搭偏街头，然后不太喜欢不是很舒服的鞋子。这一双我现在这样2双拿，真的比较相比这一双来，这个 Dr. Martens 真的要轻便很多。这边里面是这样的 Margiela 的这种扣子可以扣上，它在闪光灯下是感觉当时购入的时候一眼就爱上。分趾的设计本身就是打破常规的，就是我愿意突破常规啊，这种感觉。就是任何我看到街上穿塔比的人，我都会觉得这个人是很有属于自己的态度的，不喜欢那种很普通的设计的人。因为他平常有那种皮质的嘛，它是有什么黑色、白色，还有红色、蓝色，就是很多种颜色。它用来搭配真的非常是出彩的，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亮点去搭配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平常穿衣服穿搭的时候，是会先选哪一个单品？有的人会先选择帽子，然后去搭配他的穿搭，或者是先选一件想穿的 T 恤、上衣，然后去搭配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我可能会是先在我的整体穿搭里会选择鞋子，然后再去想我怎么去搭配我今天的穿搭。穿搭上，我是搭配了一个带闪钻的黑色长裤，然后上身是一个灰色的拉链运动卫衣，然后腰间叠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衫，这样整体是黑白灰，然后加上这一双鞋。加一个白色衬衫的原因是，我觉得若我只穿这样的一个上衣，然后随便搭配一条裤子，我觉得就有点单调。因为这个衬衣的叠加，我觉得整体穿搭就会加一点层次感。然后搭配了一个黑色的大包，如果冷的话，可以再搭配一个黑色的长大衣，让整体的穿搭变得更酷一点。然后搭配了一个墨镜，最近还蛮喜欢戴墨镜的，感觉戴着墨镜看世界的样子挺舒服的。其实这双鞋上面它有很多种颜色，所以它其实搭配任何颜色的衣服都是适合的。
但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穿。第3双是这个，这一双是我这3双里最晚入手的一双，很轻。今天我找的介绍的这3双里面最轻的一双鞋子。Superfly 的鞋型，近期很多人都很爱它。它在不同的角度下的灯光是很妙的。这一双是我认识的一个品牌朋友 seeding 给我的。平常呢，我不太会穿这种太过于平底和偏瘦偏尖的运动鞋，但是这一双会很不一样，它非常的有设计感，而且它是特别有魅力的，且很有创意的一双鞋。为什么？它的包装会配有3种不同的镭射感的，漆皮感，然后旁边是这种泡泡的这种。然后它这个上面是这种像魔术贴一样，可以自己按自己的喜好去更换你的这个苏式。就会变成不同的感觉。然后它有2种不同的鞋带，一个是这种，我忘记了说，就是这个鞋子是跟日本设计师Tomo的联名款，这里有 Nike 的这个 logo， 还有 Nike Superfly Air， 然后它这个鞋带是这边会有这种彩彩的配色设计，然后沿用了这种然后它的鞋底也超级有特色。然后另一个鞋带是这样子的，把它穿上去就会变成它最经典的那种鞋款。Tomo的风格和 Nike 的设计的碰撞就很吸引到我。首次合作推出的特别版鞋款，运动加高级时尚的这种融合很有吸引力。然后穿搭是我搭配了黑白为灵感的穿搭，一条黑色的长裤，然后上面叠穿一个白色的蕾丝短裙，是不对称的蕾丝短裙，然后叠穿了一个黑白拼接的百褶裙，然后内搭也是叠穿了黑白背心，然后一件黑色的夹克外套，然后一顶黑色的针织帽，然后就搭配了一个腰带在上面作为装饰。包包是一个银色的小斜挎包，整体穿搭就是这样子。越来越觉得鞋柜里的鞋，如果你没有穿过，就好比你没有赋予它灵魂一样，只是一个躯壳，你不会想要去触碰它。你看到的时候就不会有太深的触动，因为你们之间没有产生任何的故事，所以感情也并没有萌生。就好比谈恋爱，会先产生吸引，之后会变成喜欢，感情的堆砌再转变为爱之后根深蒂固，无法离开对方，会开始陷入并衍生成另一半一生挚友。
前几天和朋友聊天，说如果我写一本书，他会很想要去看，一定会对读者很有帮助，很有学习价值和意义。说我的表达都很美，听到之后就很开心。让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感觉，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。对每个人倾注的感觉和文字还有情感都是略有不同，只是因为是你，所以才会有这些语言和情感的产生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像我对每一双鞋产生的故事都不太一样。我不仅把它当成是一双鞋子，每当你再看到这一双鞋的时候，你都会回想起你和这双鞋的故事。就比如说你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，你是穿这一双鞋去的，那你们之间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之前也有朋友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说，问我他的鞋子刚穿了，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因为前面出现了一些折痕，他就问我这双鞋都这样子吗？但是我倒是觉得，我准确的话语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是我记得我有这么回复说，那这双鞋就真正的成为了你的鞋子啦，你们之间产生了故事，它因为有这个折痕是你走过然后制造出来的，所以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一双鞋。虽然世界上会有很多这双鞋，但是你的这一双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，因为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折痕，并不是每一双这个一样的鞋它都会有相同的折痕。就好像你穿着一双鞋去了海边，它就会有你去了那个海边的沙子在里面，也会有，如果你穿它踩过海水，那可能也会留下海水经过的痕迹。或者你穿着一双鞋去登山，那这双鞋也会留下那一座你登过的山上的一些墓穴，或者是一些泥土，还有一些植物在上面。爬过的那一座山上的任何痕迹，都会有可能留在你的鞋子里。然后我想说，我的这一期视频那个什么主题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 Every step has a story。其实就是每一步都会是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双鞋都会有一个故事，而且这些都是你来创作的。我们大家都要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走出自己的每一步，让自己可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好啦，我们下一篇视频再见，拜拜。